新地图冰河禁区全网最全攻略。官方暗条进图所需战备，新地图开荒不知道复活点，各大全新 BOSS 不知道怎么无伤刷。还有关于物资点以及天气系统这些更新啊，无论你是地铁萌新还是 PUBG 老玩家，都一定得知道。明天和平地铁新赛季，这新地图一出来啊，感觉各位叔叔玩家天都要塌了。冰河禁区以及迷雾荒岛所需战备提高至45万，直接让性价比选手当场原地去世。臭不要脸！话说有没有好心人连夜研究一下全新的鼠叔套装？有成果啊，记得发在评论区让奔将学习一下呗。奔将先教一下没玩过新地图的认下路。首先是4排复活点以及进辐射区路线，10个出生点，10个辐射区入口，记得截图保存，以免找不到。左边的3个出生点可以直接从大门进入，没有技巧，主打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记住一点啊，所有内围地铁口优先级要大于这些外围地铁口。左上2个出生点呢抢到这个地铁口，右上角出生点争夺这个。另外右下角的啊，别傻傻的去最近的地铁口，直接和邻居抢这个，不然只有被人家堵的份儿。最下方的这个呢，就不用我多说了，直奔特展营的地铁口就行。不过要是还想更快熟悉地图呢，第一摁了解一下，手把手抬着你逛遍整张新地图。新地图冰河禁区所有 BOSS 最新无伤速挖点，首先是前哨的摩尔跟上将，我们只需要将 BOSS 引到2楼的这个双层箱子这里，他就打不到我们了。你过来呀！第2个是新 BOSS 血损诺金，给他引到 BOSS 点旁边这个小平房就行。这家伙拿的喷子正面非常难刷，大家小心引 BOSS 的时候啊，别被1秒抢了就行。第3个是辐射区的哈顿中将，这个 BOSS 呢是被官方更新过的，之前在门框上就能无伤刷，现在呢却需要到箱子上和他斗智斗勇，只需要小心不要被 BOSS 闪到，也是很容易刷的。第4个托雷斯怀特，应该是最好刷的一个了，只需要保持距离啊就能轻松拿捏。至于最后一个威尔少侠，奔将就和这天气系统一起给大家讲讲。没错，就是黑夜模式。之前奔将呢发现头盔啊有夜视目镜词条了之后，就感觉吧官方会有大动作，但没想到这么快呀！正好啊，奔将顺便给大家测试一下热成像以及夜视仪在黑夜模式中效果如何。大家来到调度站右侧的矿机下面，带上高倍镜，调整好角度，就可以做到无伤刷威尔少侠了。正常黑夜模式下能见度非常低，不开镜啊甚至都看不到 BOSS 在哪。但是我们装上夜视瞄具弹呀，虽然能看到了，但是这瞄具用起来啊比吃屎都难受，远距离啊同样不容易打中。再试试热成像，虽然画面更黑了，但还是一眼就能找到 BOSS 的位置。最后试试夜视目镜，我勒个刀，这清晰度！而且奔将发现啊，戴上夜视目镜的情况下再用热成像，不仅开镜不会变黑呀，还能更快找到敌人，逆天程度的堪比开挂，绝对是高玩必备神器。最后就是冰河禁区的地图改动了，其中最让 PUBG 玩家眼前一黑的莫过于小恐龙的移除。身为破产救星啊，小恐龙的爆料大家应该都知道，但在和平地铁中啊，只留其房不见其人。辐射区内部也被略微调整，冰河上面的2个物资箱被移除，这边呢小平房侧面增加木箱，直接攀爬就能上房顶。另外还新增脉冲手雷，用处是干扰范围内敌人的小地图，并降低信号值。还有护甲维修包，虽然这个玩意儿看起来好像有点眼熟，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啊林奈久被突击仔制裁了，也算是个好事啊。相信有了这些了解，大家对新地图开荒会更有信心。不过奔将还是那句话，护航认准 BN， 一把脱贫致富，2把别墅靠海，拜拜。我原本以为啊，在冰河禁区只有博尔特才能酷酷赚钱，错了，全都错了。其实还有更离谱的，今天奔将就来助力各位萌新开荒，3招打破你们的钢枪梦。第1招最无敌的托雷斯钓鱼法。经过1天的摸索，想必各位和平地铁人已经了解了这冰河禁区的物资分配。探索完整个辐射呢，差不多需要10来分钟的时间，而托雷斯怀特呢，这个时间段悄无刷新，这谁能忍住在撤离的时候顺路刷一个会出蝴蝶刀的 BOSS 呢？我们呀只需要记住这里，下面跟随我的脚步，来到红卡房这里，先这样，再这样，最后这样，就能轻松上到调度站的大仓房顶。这里啊不仅可以轻松俯瞰小半张地图，而且托雷斯怀特啊会刷到我们脸上。我们只需要近代辐射区的获胜者搜完物资送过来即可。最重要的是啊，前面的地铁口下面有27个守卫，只要有人出来，我们绝对能提前知道，就算出来的人不刷 BOSS， 我们也能轻松拿下。当然了，如果出来后敌人选择刷 BOSS， 那就更简单了。建议大家啊，在这上面带上高倍镜射手步枪或者大狙，以免 BOSS 跑比较远打不到。不过这个方法比较招人恨，
大家学会了可千万别说是我教的就行啊。第二招，博尔特出征，寸草不生。是时候也让各位和平玩家感受一下被博尔特支配的恐惧了。昨天玩了一天，发现大家都比较热衷于钢枪，有时候清完图了，发现甚至还有半个辐射区没被开。这要是放在 PUBG，我真是想都不敢想。这打法呢也是非常简单，主打一个快，进辐射快，开箱子快，跑路快。给大家分享这几种极限凑战备方法，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开局前直接规划好最优进辐射路线，遇到人能避则避，躲着枪声走。如果听到有脚步呢，不要犹豫，也不要贪，直接溜溜球。看到没？8分钟288万。这时候估计有些玩家才刚进辐射，而我们却已经开始了下一局。此套路对辐射熟悉度要求较高，建议和平玩家多熟悉地图再尝试。另外，可能还有玩家不知道，现在箱子是具有归属权的，谁开的谁就能优先拾取，虽然不用怕被抢，但队友可以去开别的箱子，而我们博尔特玩家就没这种顾虑了。第三招，督战偷激流。冰河禁区辐射雷有4大防区，全是一手蓝弓，我们只需要选择一处，静观好戏即可。不是，想抛下队友当逃兵？问过我督战员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等到敌人打完，我们只用略微出手即可拿下整个辐射。这个是奔将玩的1年7图总结出来的经验，希望大家用此3招成功开花。当然呢，还有更简单的开花方式 ，BN 了解一下：1把脱贫致富，2把别墅靠海，3把禁区主宰。拜拜。被光子薅了5年的羊毛啊，终于要被我们地铁人反薅回去了。无限刷金江黑卡，运气好啊，2把就能赚到100来卡钱。我操！你确定不来学一下？这赛季啊，奔将玩冰河禁区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好多冷知识，和平地铁玩家都不知道。什么高爆率武器箱啊，密码卡专属箱，那些和平地铁玩家愣是看都不看。我估计啊，只有 PUBG 老玩家才知道他们的含金量。今天奔将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冰河禁区隐藏的高级物资点。顺便教大家一招速刷金枪密码卡。首先是武器箱，估摸啊，大多数玩家都以为武器箱都一样，其实不然。地图中有几个高爆率的武器箱，其他武器箱都是配件武器随便出，而这几个武器箱保底都是改进品质武器，甚至金枪爆率啊也是出奇的高。大家路过啊绝对不能错过。第一个前哨大仓2楼的神秘打一点，3个武器箱保底都有1把改进枪。还有就是第二个前哨大仓楼顶停机坪，这个出机制以上武器的概率非常高。再一个就是调度站门口的武器箱，这个箱子啊，奔将已经出过好几次黑鹰没空了。第4个调度站 BOSS 房，这箱子呢是被 BOSS 守着，出金概率极高。大家记好这几个位置啊，尤其是喜欢打突击的玩家，开局来这几个位置开把高品质武器，不就直接起飞啦？有道理。另外呢，还有专门刷密码卡的方式，好多和平地铁玩家都被光子带歪了。密码卡呢，并不是由物资箱开出来的，在 PUBG 密码卡是有专属物资箱的。没错，就是文件柜和文件袋。但我发现和平玩家对此都不怎么感兴趣。不是哥们儿，黑卡耶，这你都不要？教大家一招速刷密码卡路线，让你直接实现黑卡自由，甚至追连打插钱都不是问题。记住我圈的这几个物资点，都是属于有大量文件柜和文件袋的地方。前哨有3个文件柜，看完了可以来兵工厂。这里有2个文件袋，3个文件柜。想速刷的话呢，不建议去特战营。接着是瞭望塔，2个文件袋，1个文件柜。调度站4个文件柜，海盗船2个文件柜，水电站3个文件柜，1个文件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生点来决定刷哪里，刷完就可以撤。要是有想赚钱的小伙伴，也可以顺路开点油桶拿过路费。虽然郑师傅光子把油桶爆率调低了，但出金概率依然很大。玩突击喜欢当嫖子来注意啊，这是所有油桶的最前位置，大家记得截图保存，以免找不到。啊，这个就叫专业。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奔奔，我们下期再见。小赚580万。刚看完 CK 的博尔特偷箱子教学，原来赚钱这么容易。看我直接进辐射偷箱子。我在外面刷 BOSS 总行了吧？这次我晚点进辐射捡垃圾，我就不信还能嘎。我这忠贞手机卡就算了，新地图也这么不友好，必须点单大睾丸来带我。
老板，请问要怎么吩咐？我想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这张新地图，能不能让地图里敌人全部消失？小问题，老板，只要把敌人全变成自己人就行了，请相信我们的人脉。集合，准备团战。收到。收到。都是好兄弟，多的就不说了，只有一个目标，单攻整张地图。到了就完呀！看人真准。老板，您的蝴蝶刀。新赛季应该都是朴仔，看我怎么拿捏新地图辐射区。打他！有你！今天必须要被此一个7套肥撤离。OK。竟然连枪都没有，这把要的是了。啊！请选择你的死法：1平底锅拍死，2全补，3给我们老板当坐骑，事后送你们7套。三。I like sex with my ex。什么？闪光盾垃圾闪不到人，血损 AA12一梭子打不死7套。朋友们，公子怎么可能出没用的东西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废物的装备，只有废物的玩家。先让本将我来科研科研。哎，这也没毛病啊。换个角度试试啊。搞了半天，这闪光盾的闪光压根不是从盾里发出来的。经过本将多方面查实后发现，不仅敌人要和准星在同一条狭窄直线区间内而且敌人还得看着你才能有效闪到。虽然条件苛刻了点吧，但是也不像大家说的完全没用吧。就像这样啊，知道敌人在开枪，直接一开2闪3突突，来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不就得吃了吗？有道理。理论已成，直接实战。敌人过来了，因为有延迟，所以准备提前按闪光。哈，居然没闪到，还好是个博尔特啊。当然了，一回生二回熟啊，小小失误不足挂齿。不是光子，你还我7套闪光的啊！造孽！这个他喵苛刻的释放要求，简直就是老奶奶练劈叉，难度也太大了吧啊！不是哥们儿，这辈子没当过这么窝囊的7套哥，就算是当朴仔的面尝试了一下，都没成功过。这破闪光的啊，我把你当神器，你把我当乐子，还美其名曰稀有道具啊！你就不怕别人说你马桶盖子、镶金边，真不要脸啊！光子，这稀有道具可真是把我气笑了哟！就是一句话，恶心。除此之外呀，血损 AA12也是保守中医，有人称他是神呐，有人说他是屎。直到我看到，我的个宝总，本将知道霰弹枪伤害瞬间很厉害，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他回办我呀！他在回办我呀！不得已，自己开了一个小号来测试一下，带上枪给大家观察一下攻击视角和7套受击视角。在5米的距离下直击胸口，血量瞬间下降2/2，预计打死呢需要3枪。在5米的距离下攻击头部，血量瞬间下降3/4，打死仅需要2枪。当距离来到10米时伤害并未太大衰减。距离来到21米这就很明显了，需要6枪才能击倒7套。而到距离面对35米左右的时候伤害堪比破损米6。收击视角上看中16枪左右才倒地。而到了40米开外时伤害绝对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这把枪最大伤害距离在10米以内，绝对可以做到神挡杀佛。一旦大于30米时本将这边不建议你对枪。当然了，这枪到底好不好，还得实战见分晓。比如这个冲击辐射时呢，你是心高气傲；遇到奔将我，你是生死难料。这么狭小的空间，你猜你能挨几枪？
牛逼！如果遇到朴仔队伍了，那就更简单了。别的武器我不敢说啊，但这把血水喷子啊，的确是一枪一个小朋友。 Headshot，double kill，multi kill。1974年，第一次在东南亚打自由国旗，就得了冠军。作为和平地铁里啊唯一的卓越品质5mm大连喷，不仅伤害高、射速快，弹夹装载量还多，还能地瓜机 Plus 近战无敌的存在。但对于闪光盾，一个他也要切了啊！咋了？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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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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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重磅坏消息！地铁6套哥的天塌了，护甲不再防护全身，专业修甲师傅从此应运而生，只需轻轻一刀就能打碎你的钢枪梦。今天伏兵的号爪一看就是小李，那么空手配匕首，说走咱就走。先来 BOSS 点中个大冤种。5 minutes later。哎，这北风吹也秋风凉啊 ，BOSS 点你守了一趟空房。还得是我大表哥比较受欢迎，这次小朴仔肯定在劫难逃，趁他舔包，我们反手就是一刀，没打中，不要慌，再来一刀，再来一刀，刀。对面一定是小米手机 buff 加深，所以我们就要。哎，又来人了，我直接就是一个。Nope。这个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Nope。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看来这匕首扔移动靶子的命中率着实感人呀，还得是让老六啊对那些开箱的才行。不是吧？难不成我又被骗了？不行，必须亲自试验一下。一刀脚直接4血。哦，我明白了，匕首修脚的地方应该是100点，而我们地铁人呢，基本上都自带强壮天赋的，所以一刀死不了也很正常。这笨蛋就不得不请出我们的另一把修脚神器有史老祖了。你好，一匕首加一喷子，浩克也得当场死。我操！最主要是，也许匕首修脚人会变形，但这修复牛屎他绝对是真神。不信请看 VCR。Headshot，double kill，multi kill，unbreakable，ultra kill，unbelievable。You want a piece of me? Come get some！ 牛逼，这块子牛逼！我勒个包的，5根金条，2块金砖，8张蓝牌，这又谁家的顶梁柱倒的呀？哎呀妈，差点让狗咬死了，先打个药再来捡。不得不说啊，这枪呢打人的时候啊嘎嘎猛，打 BOSS 啊也是枪枪暴击，就这打狗嘛。你跟我开玩笑吧？马超，这好不容易充电上来呀，结果一看号主都快自己跑到车里点了。这时候再回去找我的小金砖呀，电人裤衩子都没给我留。既然这破天的富贵啊你把握不住啊，下次只能找我们边黄的。总的来说啊，这 PUBG 也算是开了地铁以弱胜强的先例，以后遇到6道哥啊，谁把谁当人机刷就不一定了。OK， 本期视频就到此这里。地铁扶贫哪家强？必烟带你打爆仓哦，拜拜！仅带1颗子弹扶贫，是把粉丝走出大山，还是会被打成印第安人呢？来，下注了啊！左边拉满，幸福美满，有请号主上天台。一开始啊就好奇，这只用1把口粮，该配个什么坐骑比较合适呢？喷子、美空还是钢尖？但本家嘛，我从来不做那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主打的就是真实。所以论一发秒人啊，我只认男一代言的 A 大老祖。信我啊，1颗子弹1把枪，1个人头打爆仓。既然只有打1发的机会啊，理论上我们只用随便狙死一个，给我们爆把枪就直接起飞。嘿嘿，临阵起手，一枪来走。小手一抖，说走就走，不封烟就敢舔包，看我 A 大苗头，阎王见愁。哎，只能检验人家的剩饭，可惜啊有弹没枪。还好啊，天堂稳定发挥啊，爆了把金色传说。这么早就想撤离啊？不会出技能了吧？别动啊，本将给你检查检查。刺激！嗨，这次就不挑了啊，5套就5套吧，只修掉把枪啊。Headshot！ 好家伙，我把光子揣兜里，光子把我揣沟里啊！A
大老祖的爆率给我调这么低吗？我还不如去找我们冰云护航呢。有道理。这不行啊，人是得饭食缸，手里没枪先发慌呀。但是事情的转折点，它总是有意外发生。嘿嘿，改进 P90凑着用吧。先回家看看，试试富贵险中求。先来一个洗头式逮捕非法持枪的。我屌，桌也没扣。好转，天台风大，你可以下来的啊。收集一下信息，冰河大门进来了一只。人善被人欺啊，马善马家欺。这博尔特也是运气好。明明可以选个体面的死法，要换我 A 大还有子弹，天灵盖都能给你掀的。脑箱见脑箱，枪口冒火冒。这个应该呢就是大门进来那只。不是，哥们儿，你这是扛着小半个浮上去再跑啊？哈哈，这刚刚被7刀打死的骨灰盒也找到了，这下子思路就理清楚了呀。原来是刚出生的那个6套啊，在和这个哥们儿隔桥对狙，然后才被我钻坑子一梭子刮死了。最后再请我哈哥吃一顿762大餐，哈哥也是很给面子，回了个7级头。OK， 一发子弹，血赚700万，飞飞撤离。我操，出甲和 A 大老祖呀都是白嫖，直接帮粉丝走出大山。我是奔奔，还有更奇葩的挑战可以放在评论区哦，拜拜。